有很多評論說，輪迴和業力就是宇宙真理。問題是，這是誰告訴你的？又有誰親自檢驗過？萬有引力可以用實驗驗證，進化論可以用化石、遺傳學和觀察不斷檢驗。可輪迴呢？前世在哪裡？業力到底是什麼東西？它又是怎麼從一個死人身上跨越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萬年，跑到另一個人的身上？可能你会说，经典就是這樣寫的，故事就是這樣說的，電影就是這樣拍的。可經典是誰寫的？故事又是誰講的呢？更有意思的是，今天我們熟悉的那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輪迴故事，絕大多數不是產生於佛陀時代，而是在接下來的幾百年裡一點一點長出來的。所以今天我們先不討論輪迴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先問一個更麻煩的問題：古印度人究竟是怎麼把業力講成宇宙規律的？公元前5世紀的古印度，沙門思潮爆發，各大教派百家爭鳴。這根本不是什麼溫和的哲學討論，而是一場殘酷的思想軍備競賽。誰能提供更完整的宇宙解釋、更有說服力的道德因果，以及更容易傳播的故事，誰就擁有更強的宗教競爭力。這場思想軍備競賽一打就是幾百年，各教派為了搶奪信眾，瘋狂給自己的故事庫打補丁、添彈藥。在耆那教有業果經、說教經等等，在佛教也有本生經、賢愚經，而那羅陀本生經就是其中典型的杀傷力極大的思想武器。故事的背景很尖銳，有2位證人給央家国的國王講述自己引以為傲的前世記憶。第一個證人是阿拉陀將軍，他說自己前世是個屠夫，他回憶起自己前世雙手沾滿鮮血，殺生無數，按理應該下地獄，可他今生不僅沒受罰，反而成了一位手握重權、享受榮華富貴的將軍。第二個證人是奴隸畢加克，他前世是個極其慷慨善良的大善人，傾家蕩產去布施，結果今生卻淪落成了最卑微的奴隸，過着生不如死的生活。這就是古印度版的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因此，央家國的國王認為，人死如燈滅，作惡無所謂，行善沒意義，當即擺爛，沉溺肉慾。盧家公主苦苦哭泣勸解，但根本沒用。公主向天地祈禱，於是神跡出現了，她引來了佛陀的前世，當時正處於大梵天，擁有高級神通的那羅陀仙人。仙人沒有走大門，而是帶着萬道金光，懸浮於半空之中，降臨到了奢靡的朝堂之上。在那個年代，這種踩着祥雲、自帶全息特效的降臨，本身就是對唯物主義死後無神最粗暴的物理打臉。國王被這神跡嚇得目瞪口呆，而那羅陀仙人根本不跟國王廢話，也沒有跟2位證人辯論他們的前世記憶，而直接開掛，啟動了能夠洞穿幾萬年時間軸的天眼通。他伸手一指國王最疼愛的盧家公主，現場就以公主為案例，甩出了公主殘酷恐怖的高清前世檔案。她曾是一個私生活極其混亂的男金剛，肆意作惡，但她當時不僅沒遭報應，反而因為更早前世的一點殘餘善業，緊接着轉生為一個揮霍無度的富家子弟。這叫什麼？這叫業力的潛伏期。當那些被灰燼掩蓋的惡業終於達到臨界點時，他瞬間墮入無間地獄，受盡折磨，隨後又無數次轉生為被閹割的畜生，被凌辱，被屠宰，直到幾萬年後的今天，殘餘的善業才把他拽回人間，成了現在的公主。看懂故事的狠辣之處了嗎？宿命論者用前世和今生來證明善惡無報，而佛教聰明地把時間軸拉長到幾萬年，直接封死了你的所有質疑。你上輩子作惡，這輩子卻飛黃騰達，那是你在揮霍前世的存款；你上輩子行善，這輩子卻窮困潦倒，那是你在為你幾萬年前的惡業還債。他用跨越萬年的敘事，打造了一個無法證偽的邏輯閉環。這不僅僅是講倫理故事，也是對現實世界一切不平等的強行合法化。
還順手打造出了一個無限延期、永不破產的跨世承兌匯票。佛教和耆那教都是通過構建這種多世記憶的廣度來擊破宿命論的邏輯漏洞。你看到的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不過是這幾萬年超級長劇裡幾小段的劇情。你以為這就大結局了？後面的幾萬集裡，賬本清算的一分不差。這些故事很可能是從阿育王時期開始創造的。你想，在那個時代，如果大家都認為沒因果報應，那誰還去供養僧團？誰還會遵循世俗道德？雖然這兩家都喜歡寫小作文，但他們對動物的態度卻不太一樣。在耆那教的敘事武器裡，業力是一種微細的物理物質，哪怕你是無意的，只要你殺生，業力就會死死粘在你身上。那你想想，獅子應該怎麼辦？獅子為了生存咬死斑馬，這是本能。你讓獅子吃草嗎？但在耆那教的理論體系裡，只要它順從本能，就必須下地獄。這很硬核，但也很冷酷。它告訴所有人，宇宙物理法則沒有溫情，無知本身就是業的束縛。但耆那教認為，動物也可以通過奮鬥改變命運，愛拼才會贏。為了證明動物也能覺醒，耆那教創造了大象梅加的故事。在森林火災中，他為了不踩死兔子，一直抬着一只腳，最終活活累死。講了青蛙着急去聽耆那教導師講法，結果被馬蹄踩碎，卻依然靠對聖者的禮敬而升天的故事。而佛教雖然也有像青蛙、大象這些小作文，有可能參考了同桌的作業，但整體上選擇了另外一個方向。佛教認為，普通的動物被魚吃害死了，很難靠自己修行。畜生道更像是一個單純消耗惡業的監獄，但普通的鸚鵡和水牛怎麼脫離輪迴呢？譬喻經說，他們不需要懂教義，也不需要苦行，只需要在看到佛陀的那一瞬間，產生一念純粹的信仰和歡喜，就這一念能讓他們死後感應善報，轉生天界。你看，都是小作文，但兩教的底層邏輯完全不同。耆那教告訴你，宇宙是絕對冷酷的業力污染區，連動物都必須自殘式的克服本能。這就是為什麼耆那教對不殺生的推崇到了近乎偏執的地步。而佛教則告訴你，絕望的困獸無路可走，唯有向佛陀低頭，交出信仰。這也代表着佛教逐漸發展出一套低門檻的救贖機制。當故事的武器橫掃了前世今生，碾壓了飛禽走獸，它最終的槍口是為了對準這場博弈的核心——人類社會。為什麼這兩個宗教都要花巨大的篇幅去講那些動物、天人與地獄的故事？因為他們要讓你認識到，動物界是被本能裹挾的苦海，偶發一次善念堪比奇蹟；天界是揮霍善業的溫床，地獄是毫無間歇的折磨。只有人類才是這個龐大宇宙棋盤裡唯一一個兼具理性與選擇權，能夠讓你進行系統化修行的時間窗口。在這個窗口裡，故事變成了具體的戒律，變成了對性別的定性。在性別的課題上，兩教都展現出了複雜的雙重面孔。耆那教和佛教都承認女性同樣可以獲得最終的解脫。耆那教白衣派有女性聖者，佛教有比丘尼阿羅漢，這確實是超越時代的開明。但在當時的社會語境裡，在大量民間故事裡，女性軀殼常被描繪為前世惡業的懲罰。就像前面的盧家公主，她前世因為欺騙和淫亂，這輩子就變成了女性。在許多故事中，轉女成男依然被視為一種業力升華的標誌。故事背後的現實就是制度上的壓制。佛教的八敬法規定，哪怕是修行幾十年的老比丘尼，不管修行有多深，也必須給剛出家1天的小比丘頂禮膜拜。而在耆那教空一派的教義裡，女性甚至必須先通過積德，在下一世投胎成為男性，才能開啟通往解脫的最後一步。他們用這些因果故事告訴世人，你當下的性別與階層不是社會的剝削，而是你前世自作自受的業力結算。這不僅巧妙地化解了世俗統治與性別不公的矛盾，更順理成章地將這套業力邏輯延伸到了信眾的日常修持。
供養與布施，兩家的差異也非常大。佛教故事極力讚美極端的慷慨，比如菩薩為了救飢餓的母虎，可以捨身飼虎；為救一只鴿子，可以割肉餵鷹。故事在極力強調慈悲與發心沒有邊界，為了度化眾生，破除對自我的執念，菩薩可以超越一切世俗的規條與肉體的執着。但在耆那教的經典裡，除了絕食善終修法，你找不到這種劇本。因為在耆那教看來，傷害自己的身體同樣是一種暴力，會產生嚴重的暴力業力。耆那教的供養有着非常嚴苛的邊界，只能用不殺生的行為來支持苦行僧。如果你為了供養僧人而殺了一只雞，那不僅沒有功德，反而會產生嚴重的惡業。但最顛覆認知的巨大分歧在於他們對天堂態度的差別。佛教故事裡，行善後轉生天界算是一個值得慶祝的結果，天界是對行善的巨大獎賞。但在耆那教的故事中，升天往往被視為一種半途而廢的災難。一些耆那教經典裡甚至說，許多轉生為天女的其實是前世過度執着容貌、內心虛榮的女性修行者。所以在耆那教的宇宙觀裡，拿到一張天堂門票，實際上意味着你的解脫考試掛科了，得重修。因為天堂是一個純粹的享樂場所，你辛辛苦苦在人間存下的善業存款，到了天界就開始揮霍，而且在那裡你根本沒有動力去進行新的苦行。等存款花光了，你還是會墮落回低級輪迴。這說明佛教更願意接納世俗信眾的美好願望，而耆那教則堅守嚴格的苦行解脫底線。既然天堂不是終點，那麼這兩條走向完美的解脫之路，在底層邏輯上究竟有着怎樣根本的區別？佛教菩薩的前世故事是一條由宏大願力驅動的極其漫長的道路，是一場向外擴展的覺悟之路。菩薩在數不清的輪迴中，非常主動、刻意的去積累波羅蜜，也就是各種完美的品質。為了獲得成佛的資質，主動發願去經受考驗，救度眾生。而耆那教聖者的解脫之路，則是一場徹底剝離的內在工程。在耆那教的宇宙觀裡，靈魂本質上是完美、透亮且全知的，但世俗的慾望與暴力會化作微細的業力灰塵，死死粘附在靈魂表面，遮蔽它原本的光芒。因此，耆那教經典裡的發願不是宏願，不是我要拯救世界，而是嚴苛的世界。聖者發下絕對不殺生、絕對無所有的至高誓願，不是為了轟轟烈烈的去改造世界，而是給靈魂搭起一道防塵屏障，徹底切斷新業的粘附。再用嚴苛的苦行作為高熱，將積攢了無數劫的業力泥垢徹底烘烤剝離，讓靈魂重新顯現出本具的透亮與全知。大雄的前世馬里奇就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馬里奇曾經被預言未來會成為一名聖者，結果他瞬間沾沾自喜，驕傲自大，甚至跑去教導別人錯誤的教義。這種驕傲導致他造下了極重的惡業，結果之後他在地獄和低級輪迴裡受盡煎熬。然而，即便是佛陀或耆那教的聖者，在即將解脫的最後一世，依然要承受殘餘業力的最後一擊。晚年的佛陀依然會遭受提婆達多的背叛和攻擊，木槍刺腳與病痛。耆那教的聖者在臨終前，同樣要忍受肉體的劇烈折磨。在冷酷的因果法則面前，哪怕是神聖的覺悟者，也沒有任何特權。但問題來了，為什麼佛教和耆那教要花這麼大的力氣講這麼多的故事？為什麼不直接告訴你，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業力會跨越多世成熟，大家好好記住，這不就完了嗎？當然沒這麼簡單，因為抽象的理論很難讓普通人真正理解。你跟一個普通人講，業力具有異熟性，果報的成熟存在時間差，因此此时觀察到的善惡結果不能直接推翻三世因果，是不是開始犯困了？所以玄奘大師好不容易建立的唯識宗在中國很難傳播。但如果換成一個故事，這個人前世殺人，今生卻當了將軍，你一下就懂了。為什麼？因為故事給了你一個具體的人、具體的行為和具體的結果，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替你把中間缺失的部分也補好了。前世殺人，為什麼今生沒遭報應？因為他還有更早以前積累的善業，善業先成熟了，惡業暫時被壓住，等善業用完，惡業成熟，然後下地獄。你看，原本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被一個故事輕輕鬆鬆解決了。這就是宗教故事非常重要的功能。而且故事可以解決現實世界最難解釋的問題。為什麼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現實就會不斷給你制造這樣的反例。怎麼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時間軸拉長，不要只看這一生，一生解釋不了就解釋3生，3生解釋不了就解釋10生，10生解釋不了就解釋無數生。這樣眼前的矛盾就被重新解釋了，理論的補丁又打好了。於是你有了一張永遠不會到期的跨世承兑匯票。但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開始欠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結算。故事原本只是一個故事，可當故事被不斷重複、不斷編撰、不斷解釋，我們是不是在不知不覺中把一個被反復講述的故事升級成了一個未經獨立驗證的宇宙真理？這才是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因為一個故事講了1000遍，不等於它被驗證了1000遍。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重新回頭看看這些故事究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是誰講的，又有誰親自驗證過？這究竟是一個猜想，幫助人類理解這個充滿未知的宇宙，還是宇宙的客觀真理？我們當然可以相信它，這是信仰。也可以選擇不相信，這是理性。也許幾千年後，人類真的會發現輪迴存在，也許永遠不會。但當證據出現之前，我們沒有必要把古印度人的宇宙觀提前升級成宇宙定律。可能有人會擔憂，如果輪迴和業報無法證明，那是不是意味着善惡都是假的？是不是人死如燈滅，所以活着也沒什麼意義？不是，我們不能證明輪迴和業力，但這並不意味着一個人的行為沒有後果。你欺騙別人會失去信任，你虐待孩子會改變孩子的一生，你傷害朋友會破壞一段關係，你長期撒謊會讓自己越來越依賴謊言，你幫助別人也可能獲得信任、友誼、合作和回饋。這些因果不需要等到下一世，他們就在這一生发生。真正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的因果，恰恰是不需要輪迴才能成立的因果。一個人為什麼會成為今天這個樣子，和他的基因、家庭、教育、環境、選擇、習慣、社會關係都有關係。一個社會為什麼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和制度、文化、資源分配、歷史積累都有關係。一個行為為什麼會產生後果，我們可以觀察、可以研究、可以比較、可以修正，這些才是我們真正能夠認識、驗證和改變的因果。那是不是人死如燈滅？從目前的研究看，也不是，以後會講。真相在這裡，還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和未知。耆那教、婆羅門教可以為佛陀提供答案，但這些答案被佛陀否定了。古印度人可以為我們提供答案，但這些答案本身不能成為證據，也需要我們繼續證明或者證偽它。我們不需要把當下的善良綁定在一個充滿不確定的來世，也不需要把當下的生活困死在對過往業力的恐懼裡。真正的清醒不是去糾結那個無法被證實的來世，而是把被故事剝奪的控制權重新搶回到你自己手裡。